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视频开之前，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实战都来自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届时大家还是以正式服实装的数据为准。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娜塔莎·马拉尼。视频的开头，我先给她的实战定位做一个总结。马拉尼是一个水系战场主 C， 主要的输出手段是 E 技能，并且它是一个战场时间偏短，主打短时间巨量伤害爆发的主 C。了解完它的实战定位之后，接下来我会给屏幕前还不了解马拉尼技能机制的观众详细解读一下它的技能机制，还有实战中的输出手法细节。如果你是原神高手，已经知道它的各种技能机制和手法了，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9分钟整开始观看哦。先说普攻，普通攻击、重击和下落攻击都是非常频繁的水系法术攻击，实战中是基本用不到的，我们直接跳过。重头戏来了 ，E 技能。E 技能的冷却时间为6秒，点击 E 技能，马拉尼会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在夜魂加持状态下，他会骑上一条鲨鱼，移动速度大幅度变快，且抗打断能力也大幅度提升。抗打断能力会提升多少呢？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说近乎接近霸体了。实战中，只要你不故意让怪连打把你打断，基本上不会出现被打断的情况。骑上鲨鱼之后，按左键，鲨鱼会攻击；按空格，鲨鱼会带着马拉尼跳跃；按右键会进入冲刺模式，移动速度再一次变快，但是夜魂能量消耗的速度也会直接翻倍。再次按 E 则会结束夜魂模式，从鲨鱼上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官方描述技能的时候只说了马拉尼夜魂能量上限是60点，并没有说它每秒会消耗多少夜魂能量。根据个人录屏卡帧测试发现，它每秒会消耗10点夜魂能量。我们可以通俗易懂的理解为，在不考虑纳塔地区燃速续航加持的情况下，马拉尼 E 技能的持续时间为6秒钟整。如果按右键进行冲刺的话，则只能维持3秒钟。在这里，我先插入一个结论啊。马拉尼在战斗的时候，右键的冲刺基本上是可以抠掉不用的。冲刺的那一点速度加成，比起巨量的翻倍的夜魂消耗，战斗性价比极低。所以战斗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用普通的移动速度就可以了。右键冲刺只用来跑图就可以了，别用来打架。那马拉尼具体的战斗输出手法是什么呢？在他进入夜魂状态之后，按左键可以让莎莎进行撕咬攻击，撕咬的伤害吃马拉尼的生命加成，每次撕咬的冷却时间很长，为 1.8秒，所以提升单次撕咬的伤害就是马拉尼实战中的核心思路。那要怎么提升它单次的撕咬伤害呢？很简单，看见夜魂能量条旁边的这3个点数没有？马拉尼在进入夜魂模式后，它可以通过接触敌人给敌人做下标记，每标记一个敌人，它的夜魂能量条旁边就会亮起一个点，每一个点都会增加单次撕咬的伤害。但是在攒满3个点之前，增加的伤害都是微乎其微的，就算是攒了2个点，也只增加了1倍左右的伤害。然而，如果你攒够了3点，那就逆大天了。莎莎撕咬会进化成巨浪莎莎撕咬，伤害直接得到了5倍的提升，并且3层后的巨浪莎莎撕咬命中敌人后，还会产生一个粉红色的团团球。团团球自动返回到马拉尼身边呢，拾取团团球之后可以恢复20点的夜魂值，至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2次团团球。也就是说，灵命的马拉尼在实战中 E 技能的持续时间最长可以达到10秒钟。在这10秒钟内，你如果操作得当，可以打出3次巨浪莎莎撕咬。莎莎撕咬在对单的时候伤害是最高的，比方说我这里只打秋秋岩盔王，他打了62815点的伤害，但是在敌人数量增加的时候，伤害会随之减弱。
那我这里打秋秋岩龟王和片片花伤害就降低了。伤害降低的数值和敌人的数量有关。当马拉尼攻击超过1名的敌人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将会降低，至多在达到3名敌人的时候降低28%。而马拉尼的群攻机制，大家可以理解为复制伤害。马拉尼在进行巨浪莎莎撕咬的时候，他会把该次伤害至多复制给5名被做了标记的其他敌人。但是呢，在复制的过程中，敌人的数量越多，这个伤害呢会降得越低，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比方说这一段录屏，我把这些敌人都做上标记，然后攻击主目标，把伤害复制给副目标啊。这就是马拉尼的 E 技能的一个群攻机制，很容易理解吧？说完了 E 技能，我们来说大招。大招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水伤，耗费60点能量，冷却时间15秒，吃马拉尼的生命加成，也很容易理解吧？释放大招之后，马拉尼会吹出一个鲨鱼飞弹，用飞弹攻击敌人啊。这其实好像范围也并不是很大的样子。总而言之，大招并不是马拉尼的主要输出来源，E 技能才是，大家记好了。3个主动技能看完了，我们说一下它的4个被动天赋。第一个天赋就是巨浪莎莎撕咬可以产生粉色团团球，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直接看下一个。队伍中有角色触发夜魂迸发后，马拉尼将获得一层20秒至多3层的逐浪心得。这个逐浪心得可以提升马拉尼大招的伤害啊。那这个夜魂迸发是什么东西呢？其实非常简单。当你的队伍里有娜塔角色的时候，你队伍里任意一个角色造成元素伤害，注意是元素伤害啊，物理伤害是触发不了夜魂迸发的。而造成元素伤害之后，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八角星，代表你触发了夜魂迸发。这时马拉尼的大招伤害就提上去了，触发的夜魂迸发次数越多呢，提升的就越高啊。目前时装的2个娜塔角色都可以吃到夜魂迸发的效果，比方说夜魂迸发可以让卡奇娜的炎元素伤害得到加成。我个人认为，后续时装的每一个娜塔人应该都可以吃到夜魂迸发带来的正向收益。那夜魂迸发的冷却时间和什么有关呢？夜魂迸发的冷却时间和队伍里娜塔人的数量有关。你队伍里娜塔人的数量越多，那么冷却时间就越短。由于现在我们只时装了2个娜塔角色所以现在呢给大家研究这一个夜魂迸发呢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大家现在不用太关心这一个夜魂迸发，毕竟在只有2个娜塔人的情况下，其实实战中是触发不到3层逐浪心得的啊。后续等娜塔人越来越多了，大家再好好研究这个夜魂迸发就可以了，现在不用太关心。剩下的2个天赋，就是他在娜塔的跑图天赋了。而马拉尼和跑图相关的，我已经在这一期视频里展示的非常清楚了。你的队伍里面有一个马拉尼在娜塔跑图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视频哦。接下来总结一下马拉尼实战中的操作手法。实战中，马拉尼的大招有就放。然后E 技能做上鲨鱼之后，尽可能的多接触敌人，接触满3层之后，使用巨浪莎莎撕咬，然后重复接触敌人，接触满3层之后再使用巨浪莎莎撕咬，这就是他实战中的一个输出手法循环啦。以上就是马拉尼的详细技能机制，还有实战操作手法细节啦。我个人觉得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点一个免费的赞哦，这对我真的很重要，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环节，先给大家看一下面板。目前我的马拉尼是天赋888，灵命圣遗物，带着黑曜密点4件套然后带着精炼1阶的专武。具体面板属性是这样一个马拉尼。给大家看一下各个位置的词条吧。其实爆伤还可以再提一提虽然个人感觉已经毕业了，但是如果能把暴击词条再歪一点，在暴击伤害上呢，它的伤害应该会变得更不错一点，生命也可以再稍微歪一点。
先来看一下刚刚那个面板的马拉尼自身的裸伤是多少啊 ？OK， 莎莎撕咬83000，再来78000，再来73000，最后一个大招收尾91000的伤害。这是他的裸伤啊，裸伤就可以看出是一个爆发非常高的角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把拐上满后的一个伤害。其实说是拐上满，也并没有完全上满。我这边上了一个迪西亚，上迪西亚是为了给香菱回能啊。然后这个配对可以说就是马拉尼的标准配对了。如果我把迪西亚换成钟离啊，我的伤害会更高。只不过呢，循环就跟不上了。你看这38万伤害，再来一下32万伤害，都还没有上钟离，这爆发伤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接下来我进一步降低练度，用这一个0+0的马拉尼给大家做一个测试，用的是木棉之环这一个武器啊。按理来说，疑似玉龙应该也非常适合马拉尼，但是这一次呢，创作体验服里并没有疑似玉龙这一个武器啊，就无法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大家拿木棉之环将就着看一下吧。来，万叶先扩一下啊。蒸发29万伤害，其实也不错啊，这一个木棉之环。接下来我们进一段深渊实战。现在我这一个马拉尼是0+1的马拉尼啊，来。最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使用万叶和香菱的技能，我们把万叶和香菱的技能留给鸡哥。好嘞，香菱开大，好的。万叶出来增一个伤，然后迪西亚增加一下生存能力，咬一下30万伤害，再来32万伤害，再来24万伤害，一个大招。哇，其实鸡哥已经快被我们带走了啊！然后呢，有了迪西亚的充能啊，这一个队伍香菱的循环也跟上了。我香菱带的是绝缘套，然后带的是那个雷神的枪，所以充能是跟得上的。咬，好的，这就是0+1马拉尼的一个实战。除了鸡哥那一层以外，任何一层的 BOSS 马拉尼一咬都是30多万的伤害，这个30多万的伤害出伤非常的稳定。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马拉尼是一个爆发类型的战场主 C 了吧？他的实战爆发能力目前就是全游天花板的级别。我又说天花板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并且它的爆发能力还不仅仅是对单，它还可以复制伤害来对群。你看这几个小蘑菇，分分钟被我复制了20多万的伤害，直接就被带走了。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灵命马拉尼的实战强度是非常强的。看完了0+1的实战，我们再来看一下0+0的实战。我依然是把武器换成了木棉之环，继续来打深渊12层。出手手法和刚刚的一样啊，来先挂一个火，做满标记，咬17万伤害，复制给其他蘑菇，再咬。哦，第二次咬没有触发蒸发呀，没有触发蒸发，这伤害就降下去很多。好的，来把所有拐都给上啊。哎呦，我这卡手了，迪西亚的一技能冷却还没结束，可惜了。好，咬一口26万伤害，再来26万伤害，兄弟们，这是一个00角色呀！00的角色，他的爆发输出能达到这样，我真的觉得这强度真没毛病啊！这强度真没毛病。好的，来香菱，香菱的这循环也可以跟得上啊，但队伍里一定要有2个火系。不上2个火系香菱的循环，我实测是跟不上的。最后一口，好的。接下来武器还有摄影物推荐环节。
圣遗物肯定是带新出的圣遗物黑曜秘典4件套，不仅可以增加马拉尼的伤害，而且可以让马拉尼常驻暴击率提高40%啊！这是一种怎样的概念啊？这不是其他圣遗物可以比拟的。如果你来不及刷黑曜秘典呢，其他所有圣遗物只有噬金之梦稍微可以作为下位替代一点，其他作为下位替代效果都对不上啊！毕竟纳塔新角色它自带新机制夜魂，那术业有专攻，还是给它带具有夜魂机制的圣遗物黑曜秘典吧。至于沙杯和头带什么，沙带生命或者精通，杯带水伤，头的话大概率是带暴击伤害，因为黑曜秘典自带40点的暴击率啊，你再带暴击率呢，很大概率是溢出的，所以头带爆伤。马拉尼的圣遗物就是那么的简单明了。至于他的武器应该怎么带呢？根据个人的测试，冲浪时光这一个专武对马拉尼的提升还挺高的，我给大家详细对比一下吧。这一段是冲浪时光打出来的伤害，83000第一段，78000第二段，74000第三段。接下来我会把每一个武器放在左上角，然后每一个武器达到的专武的多少放在屏幕上，大家自行参考。解说我就不解说啦。总结下来就是这些所谓的5星武器呢，它还没有精炼5阶的4星武器木棉之环厉害。木棉之环能达到81%，然后其他5星武器中最强的是龙王的专武，也只能达到80%。但是5星武器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草神的专武。因为马拉尼它本身是要靠打反应才能达成非常高的伤害的，所以草神的专武其实和它挺搭的。这两段录屏，左边是马拉尼专武，右边是草神专武。草神专武已经可以达到马拉尼专武的87%了，并且草神专武还能提升其他队友的元素精通，所以草神专武是一个绝佳下位替代。所以武器方面，我得出的结论是，冲浪时光这个专武对马拉尼的提升还是非常高的。基本上，如果你没有草神专武作为下位替代的话，冲浪时光抽一个肯定是不亏的啊。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想抽冲浪时光，也没有草神专武的话，也不要考虑用其他武器，直接给他带4星武器木棉之环就可以了。同时，如果你的账号已经练好了疑似御龙，直接给他带疑似御龙也是相当可以的。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配对。其实专武都已经告诉我们了，马拉尼他就是应该加入蒸发队伍，没有错。除了加入蒸发队伍以外，马拉尼不适合加入其他任何反应的配对，什么改变、绽放、结晶、冻结都不适合加入。原因就是马拉尼的挂水能力实在是太弱了。它的鲨鱼撞击的时候是不会挂水的，它只有鲨鱼咬人的时候才会挂水，而且挂的那一次水立刻就被反应掉了。所以只有加入蒸发队来增加那一次沙沙撕咬的伤害，才是马拉尼配对的正确思路。换句话说，就是马拉尼需要后台火元素角色。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香菱，香菱自身也能打出非常多的伤害，但是如果队伍里只有香菱这个火角色的话，它的充能肯定跟不上。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2种选择，一个是加入雷电将军来补充一下队伍的充能，但是雷电将军有可能会把怪物头上香菱挂的火元素反应掉，导致马拉尼打不出蒸发啊。实战中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为20%到30%左右，看你能不能接受吧。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就再上一个火元素角色，这样香菱的循环就跟得上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上班尼特了，因为班尼特的加攻击对马拉尼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我个人推荐上迪西亚，不仅可以给香菱达成循环，而且还可以让队伍整体的生存能力提升很多。没有迪西亚的话，下位替代可以用托马。最后我们再带一个增加输出的角色就可以了，个人玩下来万叶是最好用的。但如果你实在怕死，加一个钟离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扩展思路。既然香菱充能比较难充，我们干脆不要香菱了。如果我们不要香菱，我们马拉尼所需要的蒸发可以由燃烧来提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上生存位的迪西亚，还有艾梅利埃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燃烧，最后再上一个其他增伤辅助就可以了。艾梅利埃的位置也可以替换成草神，毕竟草神持有量大。还有之前我们不是聊到夜魂迸发机制，队伍里纳塔人越多越好吗？后续我们马拉尼说不定会有更合适的纳塔队友加入，更好的触发它这个夜魂迸发的机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时候你可能又会想了，我们可不可以用卡奇娜来辅助马拉尼呢？很遗憾，卡奇娜其实并不适合辅助马拉尼，具体为什么我会在卡奇娜的视频里给大家详细论述。好的，接下来进入命座提升环节。一命进入夜魂加持状态后，第一次巨浪莎莎撕咬和它触发的莎莎飞弹的伤害提升值相当于马拉尼生命上限的66%，此伤害依然遵循怪物越多伤害越小的规则。此外，不处于战斗状态下时，马拉尼夜魂加持状态的夜魂值和燃速降低30%。下面这个是跑图用的，我们不用管，我们只用看上面这一个伤害提升。以下录屏是0命马拉尼的一个伤害，巨浪莎莎撕咬183463，又来183463。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命马拉尼的表现。伤害直接翻倍，但是这一个直接翻倍只有第1次的时候生效，这就是马拉尼的1命。接下来我们来看2命，进入夜魂加持状态时，马拉尼直接获得2点冲浪势能，并且马拉尼在获得粉丝的屯屯球时也会获得1层冲浪势能。而且马拉尼在1次夜魂加持期间内获得2个屯屯球的2秒内额外恢复夜魂值。给大家翻译，就是马拉尼1次1技能的持续时间内，巨浪莎莎撕咬的触发频次变快了，并且1技能的持续时间变长了。我来给大家实战一下，看好了，咬1次，咬2次，咬3次。咬4次，再来1次可不可以？哎呀，只有4次，哎呀，好吧。不过其实实战中，在面对群怪的情况下，你如果操作得当，极限是可以咬出5次巨浪莎莎撕咬的。但是5次非常考验操作，菜鸟基本上是打不出来的。所以个人推荐屏幕前大部分的玩家还是咬了4次巨浪莎莎撕咬之后，最后再咬1次普通莎莎撕咬，这样收益会最大化。3命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直接跳过。4命获得屯屯球时，马拉尼恢复8点能量，并且大招造成的伤害提升75%。这是非4命的马拉尼大招伤害22万。而这是4命马拉尼的大招伤害32万，5命大招等级加3，没啥好说的啊。6命逆大天，6命可以解除1命只能触发1次的限制，兄弟们，我们都知道1命可以让马拉尼第1次巨浪莎莎撕咬的伤害直接翻倍，6命可以让剩下的4次全部都直接翻倍。
来看一下6命深渊实战啊。好的，蒸发啊，40万，我万叶大招还没上呢。好，来 ，OK， 挂火，万叶拐一下啊，这伤害是多少啊？看不清啊，79万啊，再来68万，复制伤害直接带走。 最后一口，哎，61万。以上就是马拉尼的所有详细测评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总结一下啊，个人觉得确实是挺强的，它爆发的数值真的非常高。如果你要抽的话啊，个人建议，如果没有草神的武器的话，先抽一个专武；有草神的武器的话，可以用草神的武器进行相位替代。实在不想抽专武的话，也不用考虑其他5星武器，可以用4星武器木棉之环，还有4星武器疑似玉龙。而抽了专武之后，我们可以考虑1命和2命。说实话。 2命就是完全体了啊！你再往上抽的话，3、4、5没必要啊。然后最后一个拉练度的命座是6命。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